它是一场被遗忘的战役，它令世界人民为之扬眉吐气。它是日本历史上在陆战中遭到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它就是英帕尔战役。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点个赞，小编跪谢。1943年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以中美英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式进入协同对日作战的局面。1944年3月，随着战争的局势越来越明朗，美军采用的跳岛战术让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吃尽苦头，节节败退。而在亚洲战场，中国远征军和盟军在缅甸北部进行的滇西战役，不仅使亲缅日军损失惨重，还使日军企图通过切断援华通道，从而灭亡中国的阴谋破产。当时的日军可谓是已经到了覆灭的边缘，而日本为了能够继续维持自己的战争机器，便需要掠夺更多的资源。在占领东南亚后，终于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印度。也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日军计划通过夺取印度这个盟军的大后方基地，来给盟军使一招釜底抽薪。而英帕尔战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牟田口怜也1888年10月7号出生于日本的鹤佐县，日本陆军中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2期毕业，日本陆军大学第29期毕业，参加过七七事变，不仅是一名中国通，还素有小东条之称。1943年3月被调往缅甸战场，任日军第15军司令。当时刚上任不久的牟田口怜也便要急切地发动一场战役，从而取得辉煌的战果，为自己继续晋升积累战功。牟田口怜也的想法是从缅甸进入到印度东北的阿萨姆邦，以此为跳板，进而攻占英帕尔，在英帕尔建立一个印度傀儡政府，以此来巩固胜利成果。不仅可以占领盟国军队的前进基地，还可以阻断盟军正在修建的中印公路。可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因为英帕尔一带根本没有开辟公路，想要通过这里，不仅要翻山越岭，还要穿过人迹罕至的丛林。在这种地形下，别说坦克装甲车走不动，就是马车独轮车也过不去，连粮食和弹药都不方便运输，计划可以说有许多隐患。所以大部分日军参谋都认为这纯粹是一场赌博。但是牟田口怜也却信心十足，作为成吉思汗的狂热粉丝，他竟然认为日军可以像当年的成吉思汗那样带着牲畜行军，牛羊不仅可以替代日军运粮，还可以充当军用食品。但是要知道的是，成吉思汗可是在广阔的草原上作战的，而日军在行军的过程中，牲畜是会不断消耗的。但狂妄自大的牟田口怜也还是觉得这是一条妙计，因此他根本听不进去属下的意见，直接力排众议，下定决心。就这样，日军针对英帕尔的乌号作战计划正式出炉。1944年3月8号，牟田口怜也率领15军3个师团，共计10万日军，赶着作为肉食给养品的大批活牛活羊，渡过了印缅边界的钦敦江，拉开了英帕尔会战的序幕。英帕尔是印度东部与缅甸交界地区的一座边境城市，位于吉大港通往印度东部阿萨姆邦的交通干线上。该城周围是曼尼普尔山脉，近郊是长30英里、宽20英里的英帕尔平原。从英军兵败缅甸撤退到此后，英国人便把英帕尔建立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和后勤补给基地。在日军行军到钦敦江畔时，牟田口怜也对部下训话，口出狂言道：大日本陆军天下无敌，太阳旗不但会在英帕尔，还将会在印度飘扬。但是自大的他不知道的是，行军打仗最忌讳暴露目的。由于赶着庞大的牲畜群行军，其叫声早将他们的作战计划暴露得一清二楚。盟军早早就得到消息，东南亚盟军的总司令蒙巴顿勋爵在获悉日军的企图之后，马上赶到英军第14集团军司令部，亲自制定了作战计划。盟军计划将英军部队集结在英帕尔附近的高地，从而以地形优势来阻击日军。同时命令空军做好战斗准备，要求在战役发起后，不但要轰炸日军，还需要给英军提供后方支援。但是对于盟军的计划，日军却是毫不知情。他们在3月下旬渡过钦敦江后，便兵分3路开始行动。第31师团负责正面强攻，日本第33师团和第15师团则兵分2路，从左右两翼进攻。战役初期，日军的计划顺利进行。第33师团在3月28号打到了距离英帕尔西南约20公里的比辛博尔地区，将英帕尔的南部通道完全封锁。第15师团也按照计划攻占了英帕尔至科西玛之间的密宣，阻断了英帕尔的北部通道。
在正面强攻的第31师团也很快就打到了距离英帕尔不远的科西马的外围。此时的形势对英军愈加不利，因为当时驻守英帕尔地区的部队只有隶属于英军第4军的17师和第20师的2个师，不仅部队没满编不说，其主要人员还都是印度人，战斗力跟日本根本不是一个级别。在这种危急关头，盟军及时地送来了支援，英军第15师的第5英印师搭载着45架达科他式运输机赶到了英帕尔前线。而日军的3个师团依旧疯狂地向英帕尔进攻，虽然英帕尔防线已经得到支援，但是此时一度面临被攻破的风险。日军似乎只要再进一步便能拿下英帕尔，但此时的日军已经是强弩之末。经过多日持续作战，导致日军的物资快速消耗，日本士兵早已体力不支，而且弹药匮乏，战斗力快速下降。而反观英印军，完全不用担心物资匮乏，士兵精神饱满，士气高涨。5月15号，英军见日军已经处在崩溃边缘，于是命令全线反攻。祸不单行的是，印度的雨季也接踵而至。日军有近半数的士兵染上了疟疾、痢疾、霍乱、流感、伤寒等疾病。面对病魔，无法得到救治的他们没有选择，只能坐以待毙。而此时的牟田口怜也却还想着困兽犹斗，他指挥饥肠辘辘的日军变更正面进攻计划，向英帕尔以北迂回作战。1944年6月10号，日军第33师团与英印第20师在丛林里爆发了英帕尔战役，最后一场大规模会战，战斗一直持续到了6月22号。疲惫不堪的日军终于冲出丛林，看到了英帕尔建筑物的轮廓，但此时被饥饿和疾病所缠绕的他们已经没有前进的力气了。见此情形，牟田口怜也只得在7月2号午夜下令撤退。在日军撤退的道路上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到处都是日军士兵的遗骸。到9月初，日军第15军在钦敦江西岸已经没有一兵一卒了。半年前他们越过钦敦江发起的英帕尔战役，就这样以惨败而告终。英帕尔战役，日军参战9万2千人，伤亡2万5千多人；盟军参战15万人，伤亡1万6千余人。英帕尔会战是第2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次著名战役，西方和日本的军事学家评价这是日本历史上在陆战中遭到最惨重失败的一次战役。日军在开始发动进攻时约有10万人，结果有1万多人在战斗中受伤，并且退败回原来进攻的出发地。在英帕尔会战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发起反攻，在这之后，日军再无能力进攻印度本土。而作为日军驻缅甸方面军主力部队的15军，已不再具有一个战役兵团的战斗力。盟军在印缅战场从此转入了总进攻的战略阶段。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